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回来做我们每年都要讲一次的话题。万国觉醒已经死了吗？真的是每一年每一个主播，几乎是每一个主播啦，都会讲这个话题啊，就讲万国觉醒已经流失了很多玩家，这个游戏可能就要死掉，可能撑不久了。那以往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说，那个感觉没有这么强烈，但是今年的感觉是特别强烈的。毕竟你们也知道，就连最强最大的先锋王国也不算最大吧，就是最强的先锋王国1960都已经解散了，然后今年也是有很多先锋王国解散，而且我们也不知道2377之后的情况会变成怎样，所以就有很多玩家担忧说万国觉醒可能会没有了，并且我自己在这一年玩的过程中也是发生了一些心理变化。 OK， 那么在之前呢，我会比较希望官方能够推出合并系统，因为我就感觉说王国里面没有活跃玩家，他们不肯去打架，这样下去会导致到我们的王国活跃度越来越低了。现在反而觉得说没关系，我比较享受在这种没有人的王国了。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王国吧，如果我们计算超过7500万战力的玩家，也就只有20多位而已，就算我们算到7000万，也就只有28位而已。以前的话，我是肯定待不下在这种王国，会觉得说没有人去打仗，会觉得很无聊之类的。那现在因为我们 KVK 多数匹配的时候都会有几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就比方说这样子，你们会看到有4个王国在一个阵营，甚至多的话可能有9个、10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所以还不至于到 KVK 的时候没有人去打仗，还是有人的，只是玩家会比较散一点，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来的，他是来自哪个王国，我不认识他。而且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糕，就是就连哪一个阵营是我的盟友，是我的敌人，我都不清楚，甚至是不在乎的情况。没有想到我的心态变化，从去年还是很积极的去玩万国觉醒，变成这样子。究竟中间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是觉得说，如果官方他们要推出那种合并系统的话，其实应该要在早期就推出了。现在我是觉得说，如果他真的推出合并系统了之后，反而玩家会更加不想要玩，玩家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游戏模式。像我王国如果你要拿最强执政官什么之类的，随时可以拿，有些玩家甚至是享受这样子的王国，因为他可以每一次都拿第1名、第2名、第3名，他拿到的雕像就多，他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资金去培养统帅，不用丢这么多的通用金投下去，同时间他也可以去享受到 KVK， 也可以去玩。并且现在我看到比较多的玩家，他们都已经开始往后面 CD 族王国移民过去了，就连那些有花钱的玩家也是移民去 CD 族王国，因为他们在先锋王国那边感受不到休闲的玩法。因为你们也知道啊，有什么代打的问题啊，然后人数差距的问题、匹配的问题等等，在 CD 族王国的匹配问题会比较少一点，应该是说没有多少玩家会真正去在乎这些东西。并且在后面的王国，你要上线要下线都没有人特别会去阻止你，去谴责你，就算是输了 KVK 也没有关系，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了，因为玩家之间的差距不会特别大。但是对于游戏来说，这样子的心态变化，玩家的玩法是不健康的，所以他们现在才想要要搞合并了。但是我这里收到比较多的玩家反应都是觉得说，如果真的合并的话，他们就会直接离开这个游戏，不玩这个游戏了。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就比方说 KVK 的周期太长了。其实万国锦标赛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问题就是万国锦标赛的门槛太高了。我认为说万国锦标赛可能可以限制一些量级吧，就比方说像先锋王国那一种玩家，他们战力很高的玩家可以放成重量级的玩家，如果是稍微高战一点点，就比方说2亿到3亿左右的玩家可以放成轻量级或者是羽量级。那轻量级的话可能就是1亿以下的玩家就分成不同量级的冠军也行嘛。当然奖励上面可能是要做一些调整，但至少你可以让玩家去感受到不一样的玩法，而不是说你的战力越高你才可以加入万国锦标赛，你才有机会获得胜利。再来一点就是还是有很多玩家不喜欢水晶科技啊，虽然水晶
晶科技已经在万国觉醒很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在之前的玩家他们还可以一直移民回去 KVK2、KVK3 继续玩没有水晶版本的 KVK， 但是现在老的玩家都没有的选择，尤其像我的账号这么多年了，已经7年时间了，我是完全没有机会回去 KVK2、KVK3 继续玩，只能一直留在征服赛季，或是让这些不喜欢水晶科技的玩家一直停留在这边。当然还有匹配的问题 ，KVK 匹配。再来玩家也是有一点感觉厌倦了吧，尽管官方他们是有推出很多剧本，这里我们看下来1、2、3 11个剧本，第12个剧本特洛伊之歌都要推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边的剧本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只能说在去年做的比较好的剧本，我个人是觉得强攻劲弩，但是反而玩家不是很喜欢这个剧本啊。我是觉得这个剧本改动是比较大的，可以让玩家去感受到不一样的玩法。最讨厌的应该就是不列颠之王了，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玩家喜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本中玩家的差距太大了，有花钱跟没有花钱，也有可能或许玩家就是喜欢这种差距吧，有花钱的玩家差距会比较大一点。但是你不得不说它的地图上的设计，它的玩法，就比方说冰卡啊、密室那些内容几乎都是相似的，所以玩家感受不到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太多的策略性可言，所以渐渐的就已经开始厌倦了，他们去打 KVK 也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再来就是奖励的部分啊，这个不管是在哪一个等级的王国都会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 KVK 里面的奖励其实也就那一部分玩家可以拿到，尽管他们是有前10名的玩家可以拿到奖励，或者是某一些玩家可以拿到碎片之类的，但是这些奖励都不足以分给其他的玩家。至今为止还是有不少玩家是没有专属铭文，或者是从 KVK 中获得专属铭文的。之后影响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装备的部分还好，因为装备不管怎样之后都是会加入的，有很多策略游戏都是有装备的存在，甚至是一开始就已经有装备了，而不是像万国觉醒这样子后期才加入。比较多玩家反感是因为万国觉醒是后期加入，你原本没有的东西你突然融入了进去。最反感的应该就是军器方面的问题吧，因为军器就是很看运气啊，然后又要花钱，又有专属铭文的差距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在前阵子我就已经跟大家讲的一个危险问题，就是之后登峰造极我们可以通过提升战力去拿到城市皮肤嘛，你能够保证玩家之后不会把加速资源花在登峰造极的皮肤上面？我不这么认为，多数玩家还是会想要去拿登峰造极皮肤，而选择性不去打架不花资源加速的。因为我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了，我自己也是有账号是没有花多少钱的，我知道玩家究竟可以储存到多少的加速资源，在每一个赛季开始之前至少都会储存至少半年到1年左右的加速。那假设说登峰造极是需要你提升到6000万战力的话，就是讲你至少要准备3000到4000天的加速，等于说你至少要准备10年的加速。那就根据我前面所讲的，假设说一个普通玩家他在每一个赛季开始之前可以储存到半年到1年左右的加速，就变成说至少他要跳过了8个 KVK 左右，或者是更多次 KVK， 他才可以储存到这么多的资源加速去提升自己的战力。像以前登峰造极不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拿到这些皮肤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大家还是会尽力去打 KVK，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当然对于那些有花钱的玩家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对于那些不花钱的玩家来说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据我了解，如果你是真的有去打仗的玩家，就是有达到目标有3000万击杀的那一种玩家，如果是不花钱的情况下是根本没有可能可以拿到登峰造极皮肤的，最多可能也就是拿到第10名啊，或者是更低的排名，只能拿到一个30天或几天左右的皮肤而已。现在终于有机会让他们可以去获得登峰造极皮肤了，我相信他们肯定会留着，从而只会造就到更加多的玩家不打仗，王国的活跃度越来越低，甚至有些玩家已经习惯了不打仗，就是一直储存自己的加速资源，等他存到足够的加速资源去拿到皮肤之后，可能都已经忘记怎么打架了，都已经不习惯了。并且你们想一下，假设说他在这一段时间不打仗不去玩 KVK 的话，那他如何获得更加多的奖励，如何去提升自己的账号，这个也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登峰造极这个部分呢，除了我们可以通过提升战力之外，我觉得玩家的贡献也可以作为一个考量啦，或者是他们可以出另外一个系统，就是让一些贡献值比较高的玩家可以拿到一些皮肤，或用其他的方式去购买获得。
而且像登峰造极，它现在是通过战力就可以拿到皮肤的话，就会导致成很多王国他们的战力只会越来越高而已，这个或许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万国觉醒毕竟还是去年的游戏啊，去年游戏玩到现在其实都已经很 OK 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老玩家的话，会更加希望万国觉醒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啊，而且要花太多时间去养成了。但是你就算花了很多时间去养成，未必你可以在游戏中可以玩得很好，或者是玩得很开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玩家离开的越来越多，你已经在游戏中没有多少玩家可以跟你沟通了，除了仙符王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仙符王国也是很少沟通了，因为毕竟各位也知道，在之前我还是待在960，还是有在2489那边的，是有沟通，但是显然没有比起几年前还要更多了。在几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玩游戏是真的每一天都会聊天，但现在更加多的就是走一个形式吧，就是上线做一些固定的任务，然后就下线了。现在唯一能够还在吸金玩家的更新呢，可能就是统帅吧，每一次推出新统帅的时候，玩家就会特别去关注，但除此之外感觉玩家都没有什么热情了。玩家不是很喜欢就是推出太多的剧本，虽然推出更加多的剧本就意味着你可以拿到更加多的奖励去提升你自己的账号，但是推出更加多的活动呢，玩家只会觉得很累而已，我上线就是完成这些活动而已。这个是个战争游戏，他想要的是打架，而不是去参与这些副本活动。而且尽管推出了一些副本活动，也是只有看着他玩而已，就是你放了统帅进去给他自己战斗而已，而不是你自己去操控战斗。这一万国觉醒会不会死掉呢？在短期之内应该还是不会的，因为他们的营收其实还是很稳定的。而且这里的数据呢，其实也只是在苹果商店的数据营收是怎么样而已。你们不要忘记万国觉醒他们还有自己的商店的，就是说他有一些收入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在这些商店里面的。我相信有不少玩家应该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去购买礼包啊，并且万国觉醒目前还是莉莉丝游戏里面最赚钱的一款游戏。你们可以看到过去30天它的营收如何，下载量其实跟战火勋章是差不多的。当然有一些观众就会问，为什么没有看到万龙觉醒的？万龙觉醒其实是在它另外一个国际版本的公司底下叫 Firelight。 那 Firelight 其实他们主要打的产品就是这个射击游戏，但是你们看那个下载量也是多，但是有花钱的玩家很少，就是说它这个营收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多，反而万龙觉醒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万龙觉醒比较起万国觉醒还是天差地别，差了6倍这么多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为什么他们把重心放回去万国觉醒的原因之一。剑与远征也是他们主要推广的一个游戏啊，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有赚钱，但是赚得会比较少一点，所以他们手头上最热门的游戏还是万国觉醒啊。我是希望如果他知道他的游戏，尤其是这款游戏赚的钱特别多的话，应该要花更加多的心思在这个游戏上面啊。但现在的情况就感觉说万国觉醒要拯救也很难了，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去改善这个万国觉醒的问题。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他贸贸然然去更改的话，就会可能导致到某一些玩家会不喜欢，不管是 F2P 还是 Pay to Win 玩家都好。因为你说策划他想要让那些旧的玩家继续玩下去，但是已经没有动力了那些强大的先锋都已经没了，然后又有水晶科技的问题存在，他们不喜欢，有花钱跟没有花钱的玩家差距还是有的。再来就是这种老玩家的王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活跃度了，那如果要有活跃度的话，就必须要在新的王国新开的区域，但是新开的区域玩家加入的人又有多少，这个我们就不确定。但据我所知，据说是很多玩家加入了，但是他们能够玩的可能也就玩到 KVK2 为止， KVK3 就已经不玩了，不能继续玩了，还是一样差距过大的问题。当然我也知道大家比较想听到的就是议员你给出一些想法能够解决的方案，而不是在抱怨，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去拯救了，我只能提出我看到的问题而已。当然如果有哪些聪明的观众的话，也可以说出你们觉得应该要怎样去拯救。我反而是觉得现在玩家比较享受这样子的玩法了吧，轻松玩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万国觉醒还是可以继续玩的，只是玩家已经不是在追求更强大的军器跟装备了。当然除了先锋王国之外啦，可能玩家就觉得说这样子就已经足够了，自己开心就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有哪一些遗漏错误或者是你想要补充的话，也可以写在评论区。我们下个影片再见。